警察在犹太教堂巡查时发现，一名女议员不仅遭到了强奸，而且脑袋也被打破了。而由于她是头巾族，还是一名反外人士，并且亲口告诉警察，凶手就是那些人，因此这起案件迅速发酵，被媒体以及舆论定性成了种族仇恨，给警方带来了莫大压力。然而，针对袭击的过程，纳赫议员却是提供不了太多线索。他只记得先被人狠狠打了后脑勺，然后就倒在了地上。Then what happened? He pinned me down. He was rough. He tore off my hijab, pulled up my skirt, and forced himself inside me. 至于歹徒的脸也是没看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但警察还疑问你为啥那天要去教堂，结果奈赫解释自己是被骗去的，骗子是一个想与我和解的人，他是一名复国主义者。既如此，那嫌疑人就有了。可是这人却声称只想让纳赫了解犹太历史。我们约了8点在办公室见面，但过了半个多小时后他也没来，于是我就直接回家去了。接着警察提出有目击者看到，当时有2名男孩从教堂跑了出去，不知你认识这2人不？结果男人还真知道，也根据描述的特征猜到了是谁，因为上周这里举办过一场青年集会，那2人都来参加了。随后根据男人提供的信息，警察找到了2男孩的家里。而当问他去过那个教堂没有，不料男孩竟直接回答没碰过那个女人，也就承认与此案有关了。那就有必要带回去审问了。但2人都不承认袭击了纳赫，并对他充满了仇恨，包括他们的父母也是。对此警察也审不下去了。不过最后分析认为，虽然2人有动机和机会，但没有明确指向他们会付诸暴力，加上也没有DNA证据，警察也只能先放人了。然后他们就来找了纳赫，希望他能进行指认，但纳赫根本没看见歹徒的面貌，所以都不是。可哪知就在他即将放弃之际，却突然发现了什么。这2个男孩他竟认识，虽然那晚没见过，但是白天看见了。当时他们和一群学生一起在他的办公室外抗议来，所以这么看来，2人并不是一点没有关联。 This boy grabbed my hijab and spat in my face. These people are Islamophobes. It's in their blood. One of these boys must have raped me. 但这也没有证据啊，警察不能再轻易抓人了。可哪知就在这时，一家报刊网站竟发布了那天的冲突视频，明显小红帽等人火气很旺，对待奈赫很不友好。但局长却立马发现了疑点，就是2个男孩竟都是特写，显然与正常拍摄不太一样。而要想解答这个疑问，只能来找那家报社了。但负责人却称那个场面是爆点，所以给了特写。然而警察还疑问你们是怎么准时到达的？结果负责人将这归结为靠运气，因为我们常年关注着纳赫。可这个理由狗都不信。随后他们查了纳赫办公室的通话记录，结果发现那天冲突前有一个电话打去了报社，而根据视频中时间的显示，报社有足够时间赶到那，再等几分钟冲突就爆发了。据此，本森推测是纳赫提前联系了报刊，整件事情都是他在自导自演。而细思极恐的是，强奸也可能是装的，那整个案子可就复杂了。于是为了证实这个猜想，本森和检察官又来找了纳赫，直接提出了那天给报社打电话的事，意思就是你一手制造了冲突事件，以此博取最高的曝光度。对此，纳赫当然否认了，但是警方有电话记录为证。不料奈赫竟辩解，办公室的所有人都可能打，又不是只有我一人。然而检察官却不信，结果奈赫突然就暴躁了，开始找各种理由狡辩起来，并在检察官发出灵魂拷问后，居然将事情往宗教问题上引。见状，本森赶紧出面协调，阻止他继续扩大问题，并提出了彻查他的通讯录的要求。对此，奈赫当然拒绝了，还嘲讽了警方一通，一下整得本森没办法了。不过2人并没就此停手，他们决定一边从视频下手，一边去电信公司调取纳赫的通话记录。就这样，在检察官开出传票后，报社乖乖交出了原视频。结果从中可以看出，面对示威，纳赫并没有躲回去，反而是一头扎进了人群。Why are you all harassing me? Why do you say these hateful things against the Jews? Well, why do you sanction genocide against the Palestinian people? Nobody here thinks that. You are the ones that want to push us into the sea. Who's paying you to come down here, huh? Zionists from AIPAC? You're all not real Americans. I'm a Jewish American. Oh, so it's all about the Benjamins then, isn't it? She's taunting him. You're an anti-Semite. Stop spitting in my face like some kind of animal. Hey, don't you dare call me an animal. Are you trying to rip off my hijab? What? You all saw? 而到这大家也就看明白了，纳赫的发言不仅涉及种族问题，还明显的公开嘲讽，可报社却将他打造成了受害者，所以男孩就有了报复动机。不过也有人认为强奸是编造的，对此检察官一时也无法下定论。而很快电信公司的通话记录也发了过来，当天没有异常，但前一晚纳赫给一个号码打了很多电话，因此本森推断，如果强奸是假的，那这个号码机可能是同伙了。于是警察就查出了号码的主人和住址，不料按地址找来后，竟发现这里居然是一家女童酒吧，他们要找的人就是女老板崔西，可现在却不在，并且不管2人怎么问，酒保就是不说去哪了。于是警察当即决定守株待兔，却不料竟有意外收获。很快一个熟人也来到了这里，他们立马就发现了，而纳赫也一下看到了警察，这下可彻底暴露了。随后他请求不要公开他的性取向，否则自己的职业生涯就完了，并在警察的质疑下解释一开始我是真信教，直到后来遇见了崔西，一切就都变了。
我俩已经谈了1年了。而警察根本不管他是弯还是直，除非这与案子有关，但奈何保证没有，俩人也只能任由他离开了。不过根据奈何的两面性，白天他是虔诚的教徒，而到了晚上竟180度大转弯，警察就又有了新的调查方向，那就是他的家庭，说不定有什么线索。于是警察就来找了奈何的父母打探情况，而对于子女的了解，果然莫过于父母。他们透露女儿也不是一直很虔诚，高中时也很疯狂，直到遇到她的前夫才开始戴头巾的。不过俩人是和平分手，因为丈夫想要孩子。可奈何将更多精力放在了工作上，而既然提到了前夫，警察接着就来拜访了他。但前夫表示很久没联系过奈何。至于真正的离婚原因，则是发现了他的取向问题。可是直到现在，他也还爱着奈何。不过警察还是问了你案发时在哪，男人当然回答一直是在店里了。然而警察却已知道他在撒谎了，因为刚刚已经认出他了。前夫曾出现在那天冲突的现场，当时的视频拍到了他，所以强奸犯也可能是前夫。于是本森当即指示去查，而他则又来找了奈何。奈何也表示已经2年没见过前夫了，他也没联系过我。乃至他的助理却说，过去几个月里前夫来过3次，但都被我请走了。至此奈何才知他竟在跟踪自己。接着警察又说，那晚有个目击者曾看到前夫出现在教堂附近，所以他还可能跟踪你去了别的地方，比如你去的那家酒吧。而一听这话，奈何也突然想起1个月前崔西曾说有个男人闯进酒吧，当看了一圈得知那是什么地方后，就往地上啐了一口然后离开了。所以这么看来，前夫的嫌疑是越来越大了。随后警察就将他以强奸罪逮捕了。接下来就是对薄公堂了。首先奈何讲述了被袭击的过程，而检察官则通过提问让他自己先说明。虽然当时没看到对方的脸，可我知道那人就是前夫，理由是警方告诉我他知道我是背后，我也就明白了他强奸我是因为他觉得我践踏了他的荣誉。 But at first you didn't recognize him. Because we hadn't been intimate in years. So how do you know it was him? The rapist grabbed my hair with his right hand and pulled it hard as he was assaulting me. It was the same thing my ex-husband used to do when we had sex. I now know it was Masood. 基本上到这，纳赫已经将逻辑讲通了，但是被告律师却反驳：你突然想起被撕扯头发，是在警方告诉你嫌犯是前夫后，而你之前认定的强奸犯是那个红帽男孩。 My aide told me that there was a witness who put a boy And wearing... then later, you told police that 2 Jewish boys had raped you. I did, but I The recanted 2 that. Jewish boys you had baited into a confrontation earlier that day. I shouldn't have done The that. confrontation was a hoax. Isn't it true the police thought your rape was also a hoax? They now know I was assaulted. But you did lie to police several times, not to mention lying about being gay. Isn't it true this whole charade is a hoax intended to raise your political profile to gain... 不得不说，律师说的很有道理。纳赫竟一时无话可说，而前夫则辩解，并没有跟踪纳赫，只是担心他的安全，所以才经常去看看他。当然也没去过教堂。至于有目击者，是因为白人看我们长得都一个模样。接着律师又问他是否知道前妻是 gay， 而男人也承认了。不过虽然伤心，但是仍是爱着他的。哪知检察官却反问：难道朝前妻的女友吐口水也是爱吗？不料他刚开始辩解，检察官便抓住了妻子这个词，逼男人确认纳赫已是前妻。对此，男人只能咬牙承认。 And Sharia law doesn't recognize divorce, not under the American legal system, isn't that right? Yes. That must have been very difficult for you to accept, being a conservative Muslim. Not like Nala, who takes off her hijab whenever she feels like it, sleeps with random women. You follow Sharia law, Mr. Frosh? Yes. Sharia law states that homosexuality is immoral. If any of your women are guilty of lewdness, take the evidence of 4 reliable witnesses from amongst them, and if they testify, confine them to houses until what? What is the answer? Until death do claim them. I should have killed her. Instead of just assaulting and raping her, why didn't you kill her? Because she is my wife! 而这就是检察官的目的。既然前夫已经认了，他的提问也就结束了。至此，前夫也明白自己完了。然后很快陪审团就做出了裁决，前夫的强奸罪成立。这下纳赫可松了口气，官司终于赢了。然而就在他们欢庆之际，纳赫突然遭到了袭击，顿时他被打得头破血流。显然以后的路仍然任重而道远，并且充满了艰辛。